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这一集我们要把我们的线上课程开启了第2季了，哇，了不起啊！你宝贝中阶指甲课第2季开场白，各位可以看荧幕左边有我们今天要讲的大纲，一起看一下第2季要讲哪一些东西。衔接第1季初阶美甲课程，在我们第2季的课程规划里面，我们是假设客户已经在上一次做好了透明凝胶指甲，那这一次呢，回来我们这边把原本的透明凝胶卸除掉，并且第2次制作的时候，他要制作有颜色的璀璨凝胶指甲，用这个方式来导入第2季的中阶课程。如果看到这边发现你还没有看过第1季的话，那烦请大家点一下荧幕右上方的连结，或者是去下面的说明栏找一下第1季的教学，先把第1季看完，再来看第2季哦。中阶美甲教学第2季的规划。第2季刚刚有说过是承接好第1季下来的一个课程流程，各位看一下荧幕上面，原本有咨询、修行、干皮一直到收尾，这是第1季我们讲过的。第2季呢，我们要加上卸甲重做以及艺术指甲的部分，所以第2季会着重在之前课程的更进阶，加上卸甲重做以及艺术指甲的一些基本介绍。目前规划了14季的课程里面呢，前面7集比较偏理论课程，当然了，理论里面还是有实作了。在我们第2季的后面7集比较偏向于是实作课程，当然了实作课程里面还是有夹一些理论，毕竟我们已经是中阶了嘛，中阶的美甲师就要知道一些更进一步的理论基础，甚至还要知道更多的生理学构造、选色原理、更多选择用料以及我们做取舍的原因。中阶教学各集内容，在第1集咨询我们就要开始做更深入的探讨什么呢？那就是凝胶跑空气的原因。那在第2集里面呢，我们会继续在咨询里面，我们来回答，如果客户觉得我们做的不好，那怎么办？或者是客户有一些异常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该如何和客户解说？第3集呢，会讲到卸除指甲跟卸甲重做，我们深入来谈怎么样子来做卸除指甲。再来呢，第4集会来讲不伤指甲跟指缘的前置。前面有谈到前置很重要，但是前置的范围里面还有更多更细致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中阶课程里面要讨论一些更细致的一些做法，所以这一集会比较困难，会有比较多一点实作的课程。那第5集我们就要谈到凝胶指甲如果说做颜色的话，有哪一些结构，像是轻薄型的凝胶结构、矫正型的凝胶结构，以及有些人把颜色放上方，有些人把颜色放下方，甚至有一些指甲店它其实是拿轻薄型光疗的结构去做加厚，这边我们会来讨论。在第6集我们来谈上颜色前的涂胶，因为颜色胶毕竟要涂在这个透明胶上面，不同的透明材质上面，或是不同的底胶材质，它都有不同的做法，不同要注意的地方，和大家一一的来讨论。到了第7集的时候，我们会来讲到艺术指甲底色的选择，中间我们会提到艺术指甲3大基础类别，分别是满版设计、渐层设计以及法式设计。这一集我们会讲蛮多的范例以及如何做选择跟推荐。那从第8集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比较实作派的部分。那第8集我们要谈的是凝胶笔的选择，我们会实际上面来跟大家走访一下，看一下不同凝胶笔有哪一些好处，以及用起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差别。第9个我们要提到的是凝胶的基本涂法满版，从满版的颜色选择，满版怎么涂，怎样把满版涂得最美丽，然后什么人适合满版，什么不适合满版，会来好好的来解说跟示范一下。到第10集我们要来谈渐层。实务上来说，渐层是我们客户最喜欢的涂法，不同渐层的选择、不同颜色以及不同成分的一个混合使用，在这边会稍微跟大家提一下，以及深入的示范。第11集要来讲法式指甲，法式是什么，有哪几种法式，然后法式该怎么涂，以及法式的实际示范。第12集的时候，我们要来谈的是凝胶指甲的基本点缀，包含了用亮粉去点缀、用亮片去点缀，或者是用贴纸去点缀。我们会谈实物，也会谈理论，
那到第13集的时候，又来谈手工绘画，从笔开始谈，然后谈基本的设计、转笔，并且示范一下最基本的直线、最基本的点珠笔怎么用，五瓣花怎么画，让大家入门的时候就有很好的基础。14集又来谈晕染晕染是最近艺术指甲非常红的题材，晕染的设计、晕染的用料，还有2种晕染的基础示范，包含大理石跟云朵，我们都会和大家详细的解说。第3季未来的计划，在第2季拍完之后，我会接第3季。那第3季啊，原则上来说，我希望它能够有更深入的一个学术研究，所以我们可能还会把皮肤学拿出来讲。另外，我们会做更细致的实际操作，我们会在现场实际操作一个客人来解释一下我们怎么做这样的操作的。第3季我们整个规划本身是为了衔接你宝贝的实体课程，学指甲之前先上完第1季、第2季、第3季，有了基本的认知之后，再来我们这边上实体课程，所以它是整个衔接进来的。另外我们也要开始谈一些专业指甲分工的前提。什么意思？就是说指甲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像我们你宝贝做的是指甲矫正，可是有一些人他做的是粉雕，有些人做贴钻，有些人专门做指甲延伸，有些人专门做传统水晶指甲，甚至有一些人专门做非常有问题的指甲，就是感染过的指甲。我们会希望第3季的时候，是让各位了解到有哪一些更细致的分工是可以去前进、去学习、去深造的。因为毕竟中阶啊、初阶啊，或是高阶，目前也都是太多人在学，大家都学得会了。那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活得很开心基本上还要会一些别人不会的东西。那有哪些别人不会的东西，我们就会特别和大家提一下。同时展开的其他计划，在录第2季课程的时候，同时间我有一些其他的计划也会同步的产生，立刻就要开始录的呢，就是我们的 podcast。很多人也许还不懂什么是 podcast， 简单说它就是广播，网络上的广播，不会有这么多的 PowerPoint， 然后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谈一些比较概念性的东西。像我就想要谈小老板的创业经验，我们毕竟创业了10几年了，有很多失败的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另外我也想要拍 vlog，拍我们美甲店的日常，用更自然、更真实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美甲店在做什么，客人来美甲店到底在聊什么，在做怎么样的一个消费行为。我们也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个指甲矫正的个案追踪。我希望的事情是能够选1-2个客户，每一次来我们都录影，每一次来我们都追踪，做非常深入的研究，让大家可以知道实际上我们在做指甲矫正的时候会遇到哪一些问题，会经过哪一些步骤。我也希望专访指甲店的客户，一来想和我们的客户谈一下他们怎么来矫正的，为什么要做矫正，然后在我们的宝贝有哪一些的收获。可是其实我更想谈的是他们人生经验。做指甲店这一行收入是一回事，可令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而这些人通常都丰富了我的人生。他们比看书、比看电影、比看电视、比看 YouTube 都还要来得深刻，而且多元的很多。我觉得他们的人生其实很值得来分享的，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专访我们自己的客户。那么今天的开场就介绍到这边。第2季对我自己来说是我们投入了非常非常多心力的第2季，拍摄会更认真，我们现场的处理会更好。希望已经跟过我们第1季的伙伴们能够和我们继续往第2季的伟大航行迈进。那今天谢谢大家陪我到这边，记得要追踪我们，不要漏掉第2季每一集的教学哦。谢谢大家，拜拜。